朋友问说，我们整体经济既然不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 TMT 却从去年4月份就开始上涨了？它为什么先涨了呢？它凭什么先涨了？那么行业谁跑在前面，谁跑在后面，到底有什么底层逻辑？我们这些一级的这些行业呢，其实本质上呢，他们是分小组的。那么第一组呢，就是很稳定性质的嘛，对吧？比如说公共事业方向，它是高股息，它的行业门槛是很高的，不是谁都能去做这件事情的，对吧？比如说电力之类的，它就很稳定。然后呢，跟整体宏观经济更相关，就是它的波动会更高一点的呢，顺周期什么意思？就是顺着整体宏观经济走的这种行业有什么？白酒、食品饮料，恒生科技也是，对吧？大家知道为什么恒生科技也是？我前面几次直播把恒生科技拿出来，然后把上证50还是沪深300刨去金融的那个周期位置拿出来，很像走势，对吧？因为恒生科技本质上它里面这些公司都针对的是个体的，或者是公司，他们的客户都针对的是个人或者是公司，就他们这些人其实本质上就是整体宏观的经济，对吧？所以恒生科技呢，它本质上它的基本面也是跟宏观经济高度相关的。当然了，还有传统制造业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小组就是成长性的。好，它不仅受宏观总体经济的影响，同时受它自身的产业周期影响，比如说TMT 或者科技类的，或者新能源、军工这些。那么很多分析师会把医药也放在3这里，成长性这里。但是我们的读者应该都知道，我们之前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，医药应该隶属于2，它跟宏观经济是更相关的，它的相关性是更强的哈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这是我们单独补充进来，就是医药生物是跟2相关的哈。分类非常重要，因为哪一个大类可能往上走，它属于这个大类，它就有可能会有行情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 TMT 去年跑在了前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宏观经济在底部，但是没关系，它有它自己的周期，它受宏观经济影响，可是它受它自己的周期的影响会更高一点，所以它跑在前面，它先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医药是属于2的，从它的相关性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说当宏观总体经济还没有上去的时候，医药也没有烧去，所以你会发现医药呢其实是处于2跟3中间那种感觉。医药本身已经触了一次底了，然后结果呢，因为它跟整体宏观经济相关，所以它又探了一次底，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双底。但是成长性的，比如说像 TMT 之类的，它就没有再次探底过。但是呢，跟总体宏观经济相关的医药就2次探底了。所以我觉得医药是属于2跟3中间哈，定位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。这3个方向怎么去分析哈？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怎么去交易？就当我们交易这3个小组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关注它，怎么去交易？首先，其实我们是比较少去参与这个稳定性质的。这个呢，就是高股息策略。大家只要记得，就是高股息是有陷阱的，防止你赚了股息亏了股价。就是假如去投资第一个的话，唯一需要去注意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跟整体宏观经济高度相关的，那我们就要着重的关注什么？整体宏观经济的周期。宏观经济只要企稳了，这些都有可能起来。然后呢，就是成长性的。那么成长性要去关注什么？才能防止你买入的时候买高了，亏损了。当然你只看周期位置是可以的，就是我们开发的模型嘛。但还会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它周期位置虽然是不高，可是你进去会承担一些回撤，甚至很大的回撤，然后需要等待很长时间。看什么？短期的，我们昨天在圈子里面讲的热度，你会发现哈，成长性的这个东西，它的
成交量，它交易数据是很重要的，就刨去它自身的产业周期，这是属于基本面嘛，对吗？它的交易数据是非常重要的，交易数据是非常重要，情绪非常重要的。就短期的情绪到顶，很有可能就是说，它虽然也是底部，可是短期的情绪到顶，它往下的回撤要超过10%以上。所以说，在投资成长性这些方向的时候，一定要关注的是成交额、成交量，短期的情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就是说成长性我们要关注这个，那么顺周期这些方向要关注总体宏观经济的周期性。上面这个主要要注意的是防止高股息的陷阱。好，这里非常重要哈，这3个小组在投资的时候我们要防止，或者说我们要着重去关注的东西我们有了。那么半导体周期要注意什么？半导体是隶属于成长性的，如果你认为半导体有潜力，就要去看它的情绪。在投资这些方向的时候，情绪不能在高部，情绪在顶部的时候，你可以持有不动，只要它周期位置不高，你就可以持有不动。可是情绪在顶部的时候，你不要去买入，你的成本不要打到那个位置，否则你在后面这一段会很难熬，会很自我怀疑。我想我把这件事情已经讲清楚了哈，就是你不管什么热门行业也好，首先你要看的是32个申万的行业，对吧？那么好，在32个申万行业这个大轮盘里面，我们又分成了3个小组。在投资这3个小组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着重关注它不同的重点在哪里。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主页更多精彩视频。